哟，不对。哟，我回来啦！最近真的胖了不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认出我。妈，新年新气象，这个桌子，然后后面灯光啥的，我都重新布置了一遍。我自己觉得还挺有氛围的，有种升级到阿豹2.0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总之，题外话就先说这么多，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找到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通过看剧，就美剧也好，日剧也好，来学习外语的方法。这个方法甚至可以让你的思维、你的思考方式不断的接近母语者。但是为了能让大家都获得有用的知识，所以开始以前，我想先温馨提示一下，这个视频的对象是以下几种人。首先是想要把日语学习得更接近母语者的人，然后是有一定日语基础，然后遇到瓶颈想要继续提升的人，还有就是看日剧生肉能基本看懂50%以上的人。OK， 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个方法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就是利用一个为盲人设计的叫解说声道的东西，来学习母语者是如何精准的去描述眼前的这个环境或者是人物动作，从而提升自己的描述能力，也就是我认为的这个语言能力的根本。可能很多词大家都第一次听，解说声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别着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就明白了。阿豹拿起来一瓶矿泉水，在镜头面前展示。他打开了绿色的瓶盖，那是一瓶没有标签的矿泉水。他举起瓶子，好快地喝下了一大口。他拧上瓶盖后，把瓶子放回桌子上。刚刚这个就是所谓的解说声道，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方法的好处。通过开着解说声道来看剧，能够有效帮助你提升以下4种日语知识。第一种是擬音語、擬態語。第二种是生活中常见但是不知道名字的东西。第三种比较自然地道的动词名词搭配。サトルのバイクが赤信号で止まる。交差点を渡る女子高生たち。ベビーカーを押す母親。空き缶を踏みつけ、トラックが通り過ぎる。男の子が横断歩道を引き返す。信号が変わり、サトルはバイクを走らせる。第四种是你在中文里也不知道的词儿。忍び足で久美子の後ろへ行き、膝かっくん。久美子が反撃。我们还是老样子，前半段先讲理论，后半段再讲具体方法。那么就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我想先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能一听就知道对方是不是外国人呢？首先，我觉得外语能力的核心在于描述能力。什么是描述能力呢？假设你面前有一个人，他把眼睛给蒙上了，然后让你把你眼前所看到的东西、景物描述给他听，他是否能够准确 get 到，这就取决于你的描述能力。为什么是不是外国人一听就知道呢？因为一个同样的场景或者情景，一个母语者和一个外国人，他的描述方式就很不一样。外国人主要会遇到3个问题：一是找不到词儿，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就无法最快速的用一个词儿去形容它。然后就是即使你背完了所有全部的单词书，但是生活里还是会出现无数的生词，而且这些生词还往往都是每天都能见到，每天都会路过，但是突然问你这东西叫什么的话，你又突然回答不上来的那种。比如我拍了这样一张照片，我问你这个东西在日语里叫什么，我想应该很少有人能答得上来吧。用一个词，这个东西在日语里叫 yugu。 外国人主要会遇到的第2个问题就是用词不准确。即使你能把场景描述出来，但是用词不准确的话，就会让人产生误会。比如还是刚刚这张照片，如果你说这个东西是玩具 omocha 的话，日本人可能也能听懂，但是他们第一个联想到的可能是这种东西。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这个动作大家会用什么动词来形容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是 swaru 或者是 motareru， 但其实更准确的说法，你们听一听，应该是 koshikakeru。 第3个问题就是用词不地道。你已经清楚的能把场景描述出来了，对方也能准确的理解，但是对方还是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母语者往往不会这么说。这个情况在日语里就尤为的严重，因为他们会用很多拟声拟态词。还是刚刚那张照片，这个地面粗糙的质感你们会怎么说呢？即使是换成中文，我觉得也很难描述吧。但其实在日语里，你只要用一个词，
日本人就能完全 get 你想说的，那就是扎拉扎拉。但是要注意的是，你可就不能轻易的把扎拉扎拉和粗糙画等号了，因为如果要形容后面这棵树干很粗糙的话，他们就不用扎拉扎拉，而是会用一个词叫果子果子。以上3个问题就导致了外国人的描述方式和母语者就会有很大的偏差，很大的不同。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先想一想母语者的描述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小婴儿，然后通过爸爸妈妈和身边的人的描述，知道了身边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怎么说。比如看到一辆汽车，你妈会说这是汽车，然后看到眼前行驶过一辆汽车，你妈会说你看汽车在路上跑。然后开始上学以后，你会从你的同学口中又听到了开车这个词，然后你就学会了它所指的另外一个意思了。就像这样，通过反复听一个母语者对于一个场景的描述，当你再次看到这样的场景，你就能自己轻松地描述出来。可是问题是，我们已经不是小婴儿了，脑中已经有一套母语的系统，其实已经能够用母语进行一个很好的描述了。那么是不是就完全不可能把第二语言学到母语水平了吗？其实不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模拟这个小婴儿认识世界的过程。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同一个场景和动作，我们自己先形容描述一遍，然后让一位母语者让他用最平常的方式描述一遍，我们把这2遍进行对比，然后去意识到自己不对的地方，然后看着对方是怎么说的，然后去记住对方的描述。通过这样不断的积累，我相信是可以后天培养出所谓的英语大脑和日语大脑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找了国外的男女朋友之后，虽然口语可能不会突然变得很好，但是他们的用词就会突然变得很地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说到这儿，可能就会有人问了，阿豹，那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母语者怎么办呢？问得好。今天要讲的方法就是为了能够让你通过看日剧就达到一样的效果，或者是接近这样的效果。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看呢？看美剧学英语，看日剧学日语，看双语字幕，背台词儿，啃生肉，影子跟读，想必大家知道的比我还多。但是我想问大家的是，你在背了大段的台词以后，你真的记住然后实际用起来了吗？你真的能在需要的时候立刻从脑中回想起那一句台词儿，然后在最正确的情况下说出那最正确的一句话吗？我觉得这是很难实现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你在看双语的时候，跟读背台词的时候，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参与，你没有融入进去，这个过程就完全只有输入，没有任何的输出。所以我想给大家介绍这个东西，叫做副音声。看过日剧的人应该对这个标题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吧？解说放送这4个字什么意思呢？其实跟副音声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它就是为了让盲人也能够享受电视剧的内容，所以让解说人员专门录了一段解说这个画面的声道，就仿佛有一个人在你旁边，把电视里出现的一幕一幕的画面都生生有色的讲给你听一样。是不是突然有一种你身边出现了一个母语者的感觉，陪你一起看剧然后讲给你听的感觉？而且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样的解说不仅仅表达精确简洁，而且发音绝对是标准的，就不会因为你的朋友是关西人你就被带一口关西腔。那么我是如何利用这个解说声道来学习的呢？我有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先关闭解说声道看一段，然后自己尝试形容一遍，用自己的话，然后写下来，之后再打开解说声道，再听他是如何描述的，然后你拿你的版本和他的版本进行对比，你就会发现自己不准确的地方，或者是你会发现那种你用了很长的一句话来形容，但是他却用一个很短的词就可以说明白，感觉就是他会帮你改成一个最地道的方式。这样的学习方式可能会比较累，但是通过自己先去尝试形容一遍，就增加了自己的一个参与，这样学习到的东西就能记得更牢靠了。第2个方法就很简单了，都不能叫做方法，就是我看剧的时候就会直接开着解说声道来看。第一种方法的话就需要一直暂停嘛，就没有办法愉快的追剧了，所以我会在不想学习单纯想追剧的时候就顺便打开这个解说声道，这样虽然可能不会立刻记住，但至少可以追剧学习2不误了。那么说到底在哪里才能看到这样带解说的剧呢？目前来说带解说声道的网络资源其实比较少，但是我教大家2个我自己的渠道吧。首先，如果你人在日本的话，你可以直接在电视上切换声道，调整到解说放送。日本的电视剧基本都会有解说，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剧没有。怎么知道这个有没有呢？在这个节目表里面有这个解的字样，就代表它有解说声道。然后也可以用电视剧的录播功能把电视剧录下来，然后这样你也可以自由切换声道，然后就可以反复看反复学习了。觉得拿电视自己录太麻烦的朋友的话， NHK 这2年其实出了一个服务叫 NHK Plus，
只要是 NHK 放过的剧，即使错过了播放时间，你也可以在上面看到。然后它同样也支持这个切换到解说声道。如果人不在日本的话，或者觉得用电视太麻烦的话，我推荐大家用这个 Netflix 来看。Netflix 是唯一一家支持这个切换声道的一个在线观影平台。他们就管这个叫做 Fukonse。进入 Netflix 主页，拉到最下面就能看到所有它带这个 Fukonse 的剧。我算了一下，大概带日语的 Fukonse 的剧大约有100部左右，包括日剧、动漫还有电影。Fukonse 这个东西感觉英语的剧好像更普及，就有这个解说声道的美剧或者是英剧应该更多。用 Netflix 来看的话，缺点就是需要付费，但是声道之间切换起来就会非常容易，而且也不用多花时间去录制。OK，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利用日剧的解说声道来学习地道日语的方法。我认为一个人的外语能力的核心在于描述能力，然后培养描述能力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通过模仿母语者对于同样的一个场景的描述，慢慢积累以后，你就能在一个类似的场景下，就能很自然地说出一个最地道的说法了。我还分析了一下以往看日剧学习日语的一些方法，它们存在哪些问题，向大家介绍了日剧的解说声道这个很有学习价值的东西，然后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在电视或者是 Netflix 上，看到这个带解说声道的剧。但是毕竟不是所有人学语言都是为了学到母语水平，很多时候其实只要对方能明白你的意思就好。所以今天讲的东西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但是如果对于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